守护星水星逆行呢，所以仙女座的12月都不会太好受、太轻松。这种感觉11月末10天可能有的仙女座就有了。那这次水逆特别的地方是，同时火星在12月7日也开始逆行了，水火这样一夹击啊，就很容易导致水深火热、水火不容。特别是在水星有关的领域，比如沟通、犯口舌，仙女座这个时候蛮容易跟人有误会或者是感觉委屈的。还有就是工作上出错啊，犯小人啦，这种乌龙的事件，以及身体健康方面，包括自己和身边人的这种也要注意。还有就是交通外出啊、物流快递啊，家里面有东西损坏需要维修啊，尤其是电子类的一些产品，以及破财啊、丢失啊、走失啊等等。那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12月过得好一点呢？仙女座减弱水逆负影响的方法有2个，但是针对的是不同情况的仙女座，请大家认真听，酌情的去进行对应啊。一种情况呢是针对你现在已经被搞得没有什么正事可做可忙，或者是日耗拖延严重的仙女座，那12月水逆减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找事做。这一批仙女座的12月越躺，你感觉运会越差，越没有希望，或者是你的身体越躺越没有力气。所以哪怕有的仙女座这个时候是没工作的，或者刚刚失恋，处在空档空窗期，你也务必要让自己爬起来，给自己制定每日的计划表，不能够让自己颓废下去。这个计划表呢，会让你们不那么精神消耗，不然的话12月你就容易陷入到一种低落啊、失望，甚至是自卑的情绪里面。那另一种方法呢，则是针对你的生活已经被其他人、被外界的环境所包围，搞得焦头烂额了，生活里面有一堆烂摊子等着人处理。可能你正在被家里的或者是房子相关的事情感觉到很烦，或者是自己人惹了一些麻烦，或者是公司工作的事情，也可能是健康的事情等等，让你很损耗。那这批仙女座12月水逆减退的方法，就是跟前一类仙女座是截然相反的。你们反而是要认清局势，别没事找事，需要让自己麻木不仁一点，12月你才会感觉好过一些，让自己像一个无情的机器那样去应对工作、生活、情感、健康等等方面的动荡。不要周遭移动，你也跟着起起伏伏不淡定啊！不要瞎忙瞎想，做不到事情呢就别拦别承诺。水逆的影响呢就20来天，那火逆影响是2个月，所以影响其实它不是很长久，熬一熬这个阶段就过去了。因此呢，你要是感觉真的被逼得无力回天了，没有路了，那这批仙女座呢，你就做好自己的事情，积累知识，认真生活。其他的人事呢，你就让子弹飞一会儿，甚至让对方自作自受一会儿，不要大包大揽想着一下子去处理，因为你真的管不过来，你又不是超人。简言之呢，仙女座不论工作、财务、感情，12月都先顾好自己，把自己的日常工作生活维稳维护住，对周遭的责任意识或者是情感的投入别太重，也就是不要太受周围的影响。对于周遭的事情你可以去管，但是你不要超负荷去管，要有一个度。如果因为别人已经严重影响了仙女座自己的情绪、健康、正常的工作生活，那就说明有问题。那仙女座你就要先把自己给拉回来，顾好自己，懂了吗？不要因为任何人感觉自己好像过不下去的那种状态。那要祝所有的仙女座12月先呵护自己，再关爱他人，光明终将冲破暂且的黑暗。水瓶座12月呢，成也人败也人啊。先说好消息，如果你想要出名出圈，在一些团体里面变得更加有影响力和号召力，那么这次水逆和火逆呢是能够帮到这批水瓶的，是能够火一把。但是呢，我不能确保一定是那种好的出名，毕竟行星是在逆行嘛。因此呢，如果你是很在乎名誉口碑的水瓶座，12月也要当心人。可能呢，大家会对你褒贬不一啊。你们此时跟各种人接触打交道的一个频率会变多，或者说机会变多，那也意味着你们就容易中招，比如说被传染啊，或者是招惹到人，卷入一些口舌是非，连带责任啊，包括跟这种伴侣、身边人以及路人、网友等等。其实从11月末10天水逆的影响就已经开始了，那12月人带给水瓶座的工作生活的影响就会更明显。工作读书方面呢，水瓶可能会接手他人的工作，或者参与到他人团体的这种项目当中去，也可能有这种团队的切换、人事的变更，或者你本月需要对接不同的人，跟很多人说话沟通，线上线下都有可能啊。那生活当中呢，也蛮容易被朋友、他人需要去帮忙啦、撑场面啊，做一些什么。但是呢，因为12月受到水逆火逆的影响，所以呢就可能遇到不是那么顺利，或者是碰到不那么好说话、好搞定的对象，也可能是吃力不讨好。所以呢，水瓶要注意甄别，就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事情，它靠不靠谱，它带给自己的影响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，自己会不会被连累。因为水瓶可能你以为你自己被叫去参与这个项目是很荣幸的，但是其实是水瓶你撑起了这个项目，你给这个项目增光添网，带去了亮点、创意、话题，甚至是流量。所以呢，水瓶你才是核心，你很重要，你不去可能他们都有搞不成、搞不好的。所以呢，不要把这个关系啊给它给搞反了。可以说水瓶12月面对的不是职场或者是生活，而是江湖。江湖的规矩和江湖的险恶，你们都需要铭记。工作读书来说呢，这个时候其实蛮适合自学、自己研究钻研，也适合创业啊。一个人就能够代表一个团队的一个感觉。如果读书这个时候找人辅导，包括找教练，可能教自己运动啊，以及跟人合作啊，就指望他人和团队带给自己一些好处，这个时候可能会失望，或者是效果比
较一般，也可能你容易遇到那种比较凶的老师啊，有点颐指气使的，其实这个人可能并不适合自己。那12月呢，水瓶在工作当中不要太懂人情世故，不要太看重现实的这种利益回报，只需要更多的去关心就是自己能否在这个当中很好的是展示出来，能否很好的去坚持自己的立场原则就可以了。水瓶座是一定12月有能够被大家注意到的机会的，就你身上的一切在这个时候可能都会被放大，有一点话题中心的感觉，就说什么好像都会带到你。那整体呢，水瓶12月要听自己的话，注意甄别别人的话，勿盲目的听从随大流，多展现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，可能会受到别样的一个青睐啊。也就是你越有自己的一个立场风格，反而越能够被人看得起，被尊重爱惜。那爱情方面呢，单身的水瓶桃花当然是很旺的，因为社交机会变多了嘛。但是呢，本月适合去撒网、去结交、去接触，不适宜确立恋爱关系。那有伴侣的水瓶呢，彼此的一个行程这个时候交集是蛮多的，可能会一起出席什么场合，也比较容易和他人一起啊，也就是除了你们俩还有别人，大家一起讨论啦、吃饭啊、开会啊、聊天啊等等。当然受到水逆影响，也是容易和伴侣意见不合啊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其他人对你们的这个关系有所讨论和非议，也是有可能的。水逆期间呢，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沟通口舌，还有就是写作啊、流程啊、物流运输、交通外出、物品的损坏、遗失、走丢、迷路、破财、受伤、健康等等方面，这都是水逆会影响到的领域。那财运方面呢，水瓶也是容易在身边人的影响下，可能多一些花销，或者不是你花，是你的伴侣啊、你的朋友啊、周围人他花了不少，然后连带到你了。那美容调整呢，其实水瓶算是仅一个12月能够去做一些调整的星座，只是说可能有一点点被引导着，甚至忽悠着去做，效果应该来说还是可以的啊，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付出，比如说你要连续买很多次去做这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，那这个方面注意一点。那祝所有水瓶座12月做自己，有个性，受青睐，出好名，好运啦！我是艾达范老师，用心理心学引导更棒的生活，拜拜。